你有沒有想過，榴炮手在裝填過程中，炮彈掉地上会爆炸吗？俗話說，凡事都有万一。要是在装填過程中不小心脱手了，难道真就得下輩子多注意点了吗？可能很多人对炸药带有危險濾鏡，認為只要是炸藥就是一點就燃，一碰就炸，這其實是不對的。要知道，現代大口徑火炮裡的高爆彈主裝药不同於過去和部分现役彈藥使用的 TNT， 现代彈藥越来越多採用黑索金基裝藥或 B 炸藥以及各種低敏感炸藥配方，而這些炸藥都有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抗折騰、鈍感性較好。考慮到彈药在運輸、儲存和惡劣戰場環境下的絕對安全，軍工專家們把主裝藥設計得極其穩定。穩定到什麼程度呢？火燒不炸。如果你把一塊純 TNT 扔進火堆裡，它只會像木柴一樣冒着黑煙剧烈燃燒，而不会發生爆炸。哪怕你拿一把大口径步槍对着它直接射擊，子彈穿透炸药塊帶來的动能也遠達不到激發其爆炸。而要讓這些主裝药爆轟，需要的是一個極其強大且瞬間爆發的衝擊波，這就得靠雷管和傳爆藥來叫醒它了。你可以把整個過程簡單理解成小能量起爆元件到傳爆药再到主裝药。所以一枚几十公斤重的炮彈不小心從手中滑脱，這種情況下所產生的衝擊通常不足以讓炮彈主裝藥發生爆轟。那麼既然主裝藥很安全，那如果磕碰到了引信，會不會起爆呢？通常來說，現代炮彈的引信內部有一套完整的火藥列，在未發射狀態下，這套火藥列在物理上是錯位的，也就是說，就算雷管因為意外炸了，爆炸的射流也無法傳遞給傳爆药，這就叫隔爆。當火炮激發，發射药在药室爆燃，產生的高溫、高壓氣體將炮彈推出炮管。這時候，引信內部有一個靠高強度彈簧頂住的慣性销，炮彈發射後，軸向慣性加速度達到設計條件時，慣性销才會被釋放，而這也才是第一道保險。現代限膛炮的炮管內部是有膛線的，炮彈在被擠壓出炮管的過程中，會被膛線賦予極高的旋轉速度，出膛轉速可以達到每分鐘幾千甚至上萬轉。在旋轉過程中，引信內部的離心銷和滑塊會在離心力的作用下向外甩開，這時候原本錯位的雷管和傳爆藥通道才會在彈簧的推動下對齊，完成解除保險的過程。所以炮彈不小心掉在地上，哪怕把引信摔变形了，它都不會引爆主裝药。不过從現實操作的層面來看，在大口徑火炮的後勤運輸中，炮彈的彈體和引信是完全分開存放的。你平時看到的那些光秃秃的炮彈，頭部通常擰着的是一個帶有圓環的金屬塞子，這叫提環，純粹是為了方便炮兵搬運和保護引信螺紋的。在實戰或者演習中，只有在確認了目標性質，決定了發射是需要空爆、順發還是延期引爆之後，炮班的引信手才會擰下提環，把對應的引信擰到炮彈頭上，最後還要用專用的引信扳手設定好刻度。可即便一枚炮彈掉地上不会爆炸，也還是非常危險的。这是一枚標準的155毫米 M795 型榴彈，全重約在 46.7 公斤。這麼一坨實心鋼鐵加上高密度炸藥，從1米左右的腹部高度自由落體，要是砸到腳上，指骨粉碎性骨折是板上釘釘的事兒。除此之外，如果炮彈掉落導致炮彈尾部的紫銅彈帶變形或者出現缺口，而這圈彈帶的作用是在火炮激發時切入膛線，用來密封後方的高溫高壓燃氣，並迫使炮彈獲得陀螺穩定的。如果彈帶受損，強行裝填發射不僅會造成炮彈初速下降，打偏目標，甚至可能炮彈卡死在炮管或者炸膛。